大家好，我是 Hera，一周一会，我们又来了，这是思维。嗨，大家好，又见面了。是的呢，这期我们请思维讲一下在操作 Nebula 的时候非常重要的配置方面的信息。首先，我们从哪里能够获得这些可以配置的选项的详细解释和列表呢？有两个选项。首先，咱们可以从文档里边能获得 GraphD、MetaD 和 StorageD 所有的它们下边可配置的选项和一些详细的解释。那除了文档之外呢，我们也可以直接从相应的二进制的可执行文件中加上-help，然后获得所有的这些可配置项的解释。我们可以怎么去配置它们呢？其实这个有的时候对很多同学有些 confuse， 就它有很多的选项。那实际上主要呢，它有三个选项，一个是配置的文件。我们知道每一个进程可以选择一个配置文件里边去罗列所有我们要配置的项。然后呢，就是启动参数，比如说storage_d， 你后边可以用负等于 bar， 然后它其实就设定了负等于 bar 这样一个 key value 的配置。那它的设定的内容实际上跟你 config 文件里面的是一样的。那还有一种呢，有的同学已经注意到了，我们其实是可以通过 ngql， 通过 command 去设定和 show 它的配置。那之后我会介绍稍微一点它们的细节，它们是有很多细微的差别的。首先就是优先级，我们先不说什么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命令 ngql 去设定，当 ngql 的配置可以被设定的时候呢，它的优先级是最高的。那其次就是 command 的参数，就是你在运行这个相应的服务端的二进制的时候，后边带的 command line 的那个参数，它的优先级呢是其次的，它的优先级是高于文件里的优先级的配置的，是优先级的它们的一个排序。那其次就是范围，实际上大家应该已经知道，我们的通过命令去 update config 和 show config， 它并不能更新所有的配置项，那只有一个真子集一部分的配置项呢是可以被配置的。那如果我们开启了通过 command 去设定这个配置项，那这个配置项实际上被这个状态被维护在 metad 的 cluster 里边。那还是有一部分的配置并不是被它集中化管理的，那另一部分的配置就要按照优先级从 command 的参数，然后是从配置的文件里去读取。如果都没有的话，就会读默认值。那最后一点要强调的就是条件，实际上选择是否开启通过本地配置还是通过集中的 metad 配置，就是通过 command 去配置是可配置的。那当 local config 的这个配置是 false 的时候，那就是不通过 local。那这样的话，所有那个子集里所有能够通过 command 去管理存在 meta 里边的那些配置，它会忽略掉配置文件或者是 command argument 里边的配置。否则，如果是 local config 是 true 的话，我们通过 command 就无法控制这个配置，所有的配置都存在本地或者是那个进程的 command argument 里边。所以这是一个条件的关系。好的，谢谢思维的讲解。那如果使用 Docker 的话，配置方法是怎样的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如果我们用 Docker 去运行 Nebula Graph，而不是通过二进制或者编译的那么直接运行的话，那最后实际上生效的呢，还是我们之前说到的那几种配置文件。那但是我们要做实际操作起来就有些区别。Docker 的情况呢，我们知道 Docker Compose 或者 Docker Swarm， 它会把它封装到一个 YAML 文件里。那实际上这个 YAML 文件里边是通过 command， 我们看到这个截图的例子。那这个例子实际上我们是要填写在一个 YAML 文件里，那它在底层实际上是修改了重启，然后修改了相应的服务端的进程的命令行参数。所以大家要注意，如果用 Docker Compose 我们要修改，其实就改这个 Compose 这个 YAML 本身就可以。那我们知道它其实 underlying 它是跑在 CMD 的 argument 里面。好的，谢谢思维。那还有使用 K8s 的话是怎么配置的呢？那如果是用 Kubernetes 的方式部署，我们用我们自己的 Nebula Cluster 的这样一个 CRD， 我们如果利用到Nebula Operator 的话，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它的 CRD 里边呢已经封装好了配置，就像我这个图片一样，是在这个 YAML 文件里的 spec 和相应的，比如说 graph， 那就是在 GraphD 下边的 config 里边，那它的所有的参数会变成 key value， 去掉前面的那个两个横杠，去存在里边。然后我们更新这个 CRD 的这个 YAML 的，它就会相应的 operator 会帮我们相应的去修改底层的 config 文件。那这个跟 Docker 有点不一样，Docker 直接改的是 command argument， 那这里边改的是 config 文件，但是它们都是类似的，我们只需要管一个 YAML 文件就可以做好这个集群的配置。所以以上就是 Docker 和 Kubernetes 的配置的文件，我们都有介绍了。那最后我想再提一嘴，就是我们已经做了一些期了，
那之前我们的这种手绘的图呢，都可以在这个网站上思维点 io， 或者是国内的访问 cn 点思维点 io， 都可以获得往期所有的手绘的图片。好的，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那就是用 local config 和命令的方式，你更推荐哪一种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Hera。其实我们的文档里已经提到了，我们推荐的方式是全都用 local config 去管理，全都在文件里或者是 command argument 里面去管理，而不使用 meta 的命令行的方式管理，这样比较不容易出一些 mismatch。好，谢谢思维的讲解，今天收获满满的呢。那本期视频就结束了，有感兴趣的内容记得留言告诉我们，谢谢大家，再见，拜拜拜。拜。